好，明天上午10点啊，在台大校友会馆呢，曾丽文啊，他这个号召啊，然后联络很多人了哈，所以他要成立一个叫做党外在野大联盟。哦，因为当时曾丽文他们在搞学运的时候，大概那就是党外吧，哦，然后呢，在大学，他们在大学就开始搞了哈。那里面包括很多人，包括马英九基金会的办公室主任，包括馆长陈志汉，包括郭正亮都有了哈，冯建山啦、廖元豪啦、施正峰啦哈。那都有哦，他所谓党外，就是说，因为民进党越选举拿48%的票嘛，不是民进党就叫党外啊。那陈培哲中研院院士说呢，这个他认为因为郑丽文因为你知道他们现在人一多哦，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由、不同的立场记者问郑丽文呢，他就说这个跟大罢免无关哦。那陈培哲就说呢，说民主就是要制衡啊，制衡就要看在野党啊。所以呢，不应该用大罢免。你现在选书就选说用大罢免来翻盘啊，所以呢，他是会表态支持反对大罢免运动。所以每一个人，因为他这个东西也不是一个党啊，每个人都各有各的看法啊。那另外呢，这个黄德北也担心陈伯哲也担心，如果大罢免呢成功，可能会戒严赖清德干什么都可以做那黄国昌说呢，一定会号召选民出来向赖清德说不也帮助国民党来抵抗这个大罢免那所以呢，到底现在，因为他这个党外的联合人很多，各种老中青、左中右，其实都有。我们看一下。不能说不假思索，我只是在想说，我一个高中老师能够发挥什么力量呢？那虽然我不能够代表教育界，我好歹是教育界的一员。拒绝以魏清美由前立委郑丽文策划的党外在野大联盟，北一女教师欧桂芝确定入列。我们的主导权应该在自己手上，不应该放在美国人身上。既然政府不愿意去对话，我们自己先去对话，不分左右统独，大家共同的在岛内开始展开大的对话。打着党外旗号，有谁响应号召？包括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成、前交通部长叶匡时、前行政院发言人孙立群、前立委郭正亮、学者陈培哲、施正峰等人，甚至包括10号将前往大陆上海访问的网红馆长陈之汉。中国台湾，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要不要统一这个东西摆下一边。我们兄弟不要谈这个，但是我们有很多话可以聊，我们先互相了解，很难吗？但除了主张理性和平缓和两岸关系，其中一个目的也是希望能够为反罢免尽份心力。我当然是希望反罢免能够成功，但是我觉得我能够涉入的地方很少，我们就默默支持反罢免就好了。不是集结所谓的正规军，就是希望反映民间不同声音，却依旧招来绿营抨击。不要侮辱党外2个字，党外在过去是代表非常神圣的。那请问反罢免跟所谓的找中共来对话有什么关系？用了党外一词，让绿营听来讽刺，但策划者的用意恰是在此。来，志豪怎么看？确实党外这2个字应该是有一个特殊的历史脉络。为什么以前这些民主运动者，而且其实也是来自各种不同的政治立场都会统称叫党外？就是因为在国民党威权的时代，这些成立新政党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说当时党外才有一个叫做没有党名的党，叫做党外嘛。这个相关的这些文献，我相信非常的多，而且就说了，像最近这个刚刚逝世的林正杰，他们都曾经是这个党外的一份子。当时的党外也是一个光谱非常非常的广各路人马都有。但是现在这个时代，你想要成立什么党，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啦，什么党都可以成立，什么样子的政治的主张，在这个社会不论是可以上电视，还可以 YouTube， 还可以你要怎么样做都不会有什么多大的影响，不会有国家来跟你敲门，来跟你这个迫害。所以现在这个时候还叫党外，唯一可以想到的原因是只有当蓝的跟白的联盟已经没有办法抵挡这个大罢免的浪潮的时候，你只好再找蓝白以外的另外的力量了。那是什么？就红的嘛。所以说我们才网红这个馆长的这个红，好不好？那或者是像是刚才这个欧老师，他直接讲我们不要跟美国人谈，我们要自己去跟这个要去谈，就是这一种。说真的，所谓的党外大联盟，我以为是在处理大罢免的这个趋势，结果为什么这些受访的人，他们现在全部都在讲对中政策？
全部都在讲对中国的这个立场的这些不论是进退或者是强硬与这个不同的这个角度，我就觉得奇怪啦。其实看出来就是因为原本的蓝白合看来是抵挡不住了，那现在要再多加一个红，在我看来这个所谓的党外战，因为什么？因为至少台湾现在还不能成立共产党啊，这可能还是一个禁忌，这可能仍然还是有个制度上面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有了，台湾可以成立共产党。对，合法。那个张议员真的是越讲越偏啊，但是他就再次的证明一个民进党现在处理所有政治问题的唯一一招，就是给你抹红，就是刚才叶元之委员讲的，就是抹红你啊。大家本来你说郑丽文，他就是一个民进党出身的，觉得看透了民进党没有真正要搞民主，也真正的不进步，所以呢，他今天是用一种最反讽的方式来讥笑你民进党，说你当年的那个党外精神，你怎么样去对抗国民党，结果你现在变成了你最讨厌的敌人的样子嘛。今天的民进党不是变成当时他骂的所有国民党什么威权时代的，你去把当年民进党的论述1、2、3、4、5、6、7、8、9、10每一条弄去今天赖清德所引导的民进党每一条都正确啊，都打中啊。所以呢，其实郑丽文跟这批人啊，就是当年这个民进党在资源有限，在这个没有办法对抗国民党铺天盖地的党政军的压力底下呢，不得已各据山头，意识形态南辕北辙的人都说，我们只有共同的一个目标，就是反对国民党，那就是当年的党外。那今天郑丽文他出来说什么？他说现在的氛围就跟当年一样啊，因为民进党拥有了党政军的所有的资源啊，党主席直接拿国库的资源去搞所谓的附随组织、公民团体，去搞大罢免，钱通来通去，然后呢又收买了网络的媒体，又去搞网军，然后又去搞绿媒，然后又把所有的氛围，这个跟当年戒严时期不是很像吗？对不对？表面上说你可以去成立政党，有用吗？你的声音发得出来吗？电视台讲出来不满意的部分，给你取消执照。对不对？网络的部分给你攻击洗版，甚至呢，连那些陆配，连言论自由都没有保障。陆配呢，一下子就被你驱逐出境，然后大家在路上呢，想要自己做一个直播，就有人立刻来骚扰你，说你在干嘛？这种问题其实就是当年若以我们台湾熟悉整个中华民国到台湾来的这个近代历史的感受来讲，就是戒严时代才会发生的事情，现在一一在没有戒严的名头，没有宣布戒严的名号，甚至在法律都不怎么齐备的情况下，民进党呢就不断的在里面的灰色地带不断的搞，大罢免也是这样啊，他就用一个很大的法律漏洞，很少的人25%。就可以去罢掉当时拿到50%以上选票的民意代表，这个怎么是民主？这当然不是民主。可是今天民进党已经搞到这样，所以郑丽文出来说没关系啊，当年怎么样对抗我一党独大的国民党呢？今天所有的人，他不必是国民党人，也不必是民众党人，也甚至不必是什么党的党人，只要大家有志一同。唯一一个目的就是反对民进党朝独裁之路走的人，就通通都可以出来嘛。基本上了，就说那个时候因为这个戒严嘛，所以不能阻挡了哦。那所以非国民党的他们就叫做党外，但当时的党外这里面意见很分歧啦。比如说林正杰、费希平，那是老立的费希平，这是反对台独的。那有些像现场的陈水扁是赞成台独的。没关系，都在一起，目标只有一个，打倒国民党。所以他们的目的当时就是推翻国民党了。推翻国民党以后再说，你有你的主张，我有我的主张。所以那个时候呢，党外3剑客，我在台北市议会嘛，林正杰、陈水扁、谢长廷，很凶悍的对不对？那目标一个就是反正是找你国民党麻烦，就想办法骂你这个骂你国民党。但是一旦民进党成功以后，路线又有不同。但是在党外的时候，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打倒你国民党，就是推翻国民党。
那现在看起来这些党外这些人也是，他其实意见很不一样了。那个真的左中右老中圈都有了哈。那可能目的也只有一个，就阻挡你这个民进党继续在执政哦，怕你呢这个一党独大，其实就这样。来，那暐瀚这看看。其实这个议题是连结的啦，哈，就是说现在目前因为大罢免看起来是31席的国民党立委哈，已经2阶送件，那绿营到现在1席难求，所以你看这个在野党外大联盟，它其实还有一个主要诉求是，他希望能够把这个罢免透过这些都有高知名度的人士到处去宣讲，把这个大罢免挡下来。那回过头来，现在目前国民党中央是不是还不够力量让这些被提罢免的国民党立委觉得说那个力量就够了？好，那从过去这2件事情来看嘛，我刚刚讲了，民进党的这个立委15个被过了1阶以后，但2阶到现在已经11个失败，只剩4个了，看起来很可能全部都失败。那为什么会这样？好，是孰令置之？是因为选民很担心害怕，我觉得2个可能都有啦，害怕没热情，2个加在一起嘛。一个是害怕去联署，我不想要资料被中学会看到；另外一个就是看起来从各项民调，因为这次还有民调可以参考，台湾民意基金会出来民调就是绿营的支持者80%要去投票。那当然，他们投的是要罢免国民党立委嘛。可是蓝营支持者只有50%要去投票，那中间落差就差了这3成。那为什么蓝营支持者没有热情呢？所以回过头来就是看国民党中央要做什么了。国民党今天礼拜2、礼拜3，党主席朱立伦也会有一些动作嘛。那到现在为止对于这个超前民测这件事情，有2个市党部主委表示歉意，而且认为这个不对。第一个就是戴锡清，台北市党部的主委，他现在代主委。那谢龙介今天礼拜2嘛。他也觉得说，看了那个台南地检署的起诉书之后，觉得说确实有违失。那你这样子跟大家讲第1阶段，因为那其实并不是一个就是怎么讲，就是说单独一个人犯的错嘛，是现在全台各地。那当然，国民党前一段的时间的论述就告诉大家说，这个就是半蓝不半绿，然后这就是政治打压。这个说法可以说服传统的支持者或者是深蓝的选民。可是，如果你要叫大家出来投票过25%，或甚至比这个反罢免更多的话，你还要寻求浅蓝跟中间选民。所以我看到，其实国民党几个市党部主委也在改变原本的态度，跟大家讲，至少在那件事情能翻页以后，到了最后，因为现在已经变3阶了嘛，3阶投票的时候要把支持者的热情唤起，又出来投不同意票，否则因为投票率可能会比想象中还高，所以呢，过25%这件事情可能就会变成是不只是1、2位，可能会很多会多过25%，那怎么办？只有反对票高于25%才能够挡下这个罢免了。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原来行政院前发言人陈宗彦被控接受性招待，法院说没罪，因为呢陈董很多啊，陈董为什么就是陈宗彦呢？小云是谁？所以无罪。那检察官不服气，经提起上诉，说陈董很清楚，陈董就是陈宗彦啊，你各种资料、监听的资料各方面，他就是他，怎么是他不是他呢？不知道他是谁呢？那所以谢龙介不有讲吗？那小沈是谁？小沈是谁？像姓沈的很多，小沈为什么就一口咬定？检察官咬定，法官认为就是这个沈庆金呢？小沈是谁？好，那你知道阿扁是谁？那阿扁很多人叫扁啊，为什么是陈水扁呢？你总有一个道理，你硬要去扯啊。那检方不服，提3大理由啊。第一个呢，证据显示陈董就是陈宗彦本人啊。第二个呢，警察的评调，官说一个警察评调跟性招待是有对价关系的。我给你免费性招待然后呢，警察就可以评调或是警察先评调，后面有性招待，反正一样那就是契约嘛那另外呢，他这个视听歌唱的这个工程也是跟性招待有对价关系都有怎么会没有呢那另外呢，陈宗彦说这是匪夷所思，非常遗憾。这法院都判无罪，怎么检察官有起诉呢？那好吧，这个一审无罪，法院认为3个涉贪证据不足而且呢，陈宗彦呢自己花钱性交易10次。所以呢，那3个那几个有中介的人是有罪的，但是陈宗彦无罪无罪因为不知道陈董是谁那另外呢，这个好吧，我们先看这个来。
前行政院长发言人陈宗彦卷入喝花酒性招待疑云，事发在10多年前，当时担任台南市政府新闻局长及民政局长期间，台南地院一审宣判陈宗彦无罪。除卷内监听译文中所提及之陈董为一般敬称的性质，并无证据证明即为本案诚信被告。陈宗彦无罪，但另外2位酒店业者连家良和王孝伟图谋媒介性交罪成立，分别判有期徒刑1年与8个月，可以一科罚金，缓刑2年。全案调查期间，检察官以监听1个小时的译文，因为王孝伟说过高雄的朋友在问要帮忙，他有同意，准备安排酒店入住，称呼对方是陈董。检察官认定口中的陈董就是指陈宗彦，法官打脸。陈董只能算一般敬称姓氏。业者判有罪啊，那个接受性招待，那个信赖官员无罪，为什么呢？因为你信赖，你若得罪赖清德，你就准备叫人关起来。啊，你若信赖，你若听赖清德拢无罪。好吧，除了陈宗彦这个案子哈，因为民进党的党工这不当匪谍吗？然后呢，加起来收829万4个人被起诉，求重刑认为说他们呢这个泄露国家机密另外呢，譬如说他们这个泄露赖清德甚至外交部长的行程，这是蛮严重的这是相当的机密的行程那黄曲荣就是民进党前资深党工，被高检署跟地检署合并求刑30年，我们最终也只能求刑30年合并加起来那另外呢，这个他已经渗透了20年了所以你看这几个重要的在民进党里面的包括这个罗志正旁边呢，吴钊燮旁边的这个何仁杰然后呢盛楚英刚刚讲这个黄曲荣邱世元、吴尚宇哇，这都是那他们的老板，包括尤熙坤、许志杰郭玉琴、罗美玲、高嘉瑜、周雅玲这些都是他们做过他们的助理等等都做过的还包括像这个吴钊燮啦、罗志正啦、赖清德啦都有所以呢，调查局说呢，现在要全力防治中共对台渗透，那么早就应该防治了，现在还防治吗？那另外呢，国民党质疑说为什么没有查吴钊燮？奇怪了，你既然查吴钊燮这么重要，为什么不查他？那黄昭昌也说赖清德要继续包庇吴钊燮吗？是起诉一些助理等等那这主要的人为什么不起诉呢？为什么不调查呢？来，永平。现在的这个共谍案我觉得发展到现在尤其有一些细节的揭露也让人感觉到说这个案子确实那种真实性跟我们的关联度就很高。譬如说呢，他们在他的那个手机里是发生说他其实是要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小游戏五子棋的一个 APP， 可是其实那个背后呢，就是跟中国大陆直接他送这个，而且我们现在破解不了。对他当时就发现说，哇，怎么那么档案那么大？然后呢，实际发现呢，调查发现他送去的这个资料，我们过去因为里面也有这个被控的被告指称说没有我都是在网络上综合一些资料就送去，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现在发现确实大不了因为赖清德的行程秘书，尤其他国外行程，还有外交部长的国外行程，这些是真的大不了。我们不要忘了那个哈马斯的领袖他就是被那个以色列掌握到他去伊朗的参加他们总统就职的行程，住的饭店跟房间是哪一个？他们事先在那边埋藏炸药部署，他就被炸掉了。所以这个行程的事情是非常非常机密的。好，那已经证明了所以看我们现在手上有什么？第一个，证明他们跟中国大陆联系的工具 APP， 这个发现了。第二个，有没有非常相关的资料？有的，行程资料，而且这个行程资料是非常关键的。那这个时刻，为什么当初引荐这些人能得到这些机敏资料的关键人物吴钊燮不必被调查？这个就是最大的最重要是收人家的钱啦。对，收这么多钱你干什么？对不对？你收钱拿了钱去帮人家收集资料。那个行程是多么重要，而且除了行程还有哪些，对
对吧？哪些重要的国家机密，就非常非常这个严重的事情了。来，伟汉。这4个共谍哦，其实你由顺序来看的话，因为黄曲荣就是新北市的这个议员李玉典的特助，资深的民进党党工，就是刚刚照片里面这一位，对，黄曲荣中间这一位，他被求刑最重30年。为什么？因为他就是长期在两岸跑来跑去，20年前就被吸收。然后呢，手机里面就刚刚有P姐讲，他有一个无子棋 APP。我本来想说哈，你有这种所谓就是共谍要你去植入的 APP， 那你的这个外交部总府里面的这些官员到底在干嘛？就发现说没有那个无子棋 APP 的人就是黄曲荣，另外几位并没有。好，这其一，你没有办法查他 APP， 可是你总有跟他的通联记录吧？金流。那这个另外一位叫邱世元民主学院之前的副主任，他是透过家人的账号拿这些钱所以你这样一路下来，2个认罪，2个不认，黄曲荣他现在还不认所以求重刑30年。另外一个是吴钊燮的秘书叫何仁杰，他也不认，他是9年。那吴钊燮是这个过去当外交部长，所以在外交部长期间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屡屡断交。你回头再看的话，就发现说很多东西是不是都已经泄密出去？那因为吴钊燮部长目前看起来，你的秘书出了问题以后，总是要去调查的，是有查没有对外宣称还是怎么样？我很难能够想象说，如果完全都没有查的话，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到现在为止，黄曲荣他找了何仁杰，吴钊燮的秘书，再找了谁？邱世元，刚刚讲民主学院的，然后最后一个是吴尚宇。吴尚宇他的刑度最低求刑5年，因为他认了。他把这个赖清德他去那个中南美洲友邦的时候的行程跟饭店房间，其实我觉得他的情节最重对呀。但因为他认，有没有？因为他认。黄曲荣跟何仁杰不认，所以判比较重，就求刑比较重，不是判还没判30年求刑，9年求刑。那邱世元跟吴尚宇2个认了，所以呢就是7年跟5年，所以30年、9年、7年、5年，就看你认不认。那这个吴尚宇的情是最严重的，因为他所泄露出去的机密是最不可原谅的。他把我们国家副元首，当时还是副总统，就那时候去了我们这个中南美洲的友邦，他连饭店房间的号码都知道了。那如果那时候进行海外的暗杀，我们其实维安在国外其实很薄弱的，怎么可以这样好，第二个，既然这4个人现在被掌握，也都收押在里面了。盛楚瑜没有被押，所以他没有接触到这些国安的，他是立法院那边的啦，没有那么机敏的，通通都在押，而且求重刑。第二个，那你押他们是不要他们串供，也不要其他，但有没有可能有其他人呢？有没有可能还有第4、第5个共谍、第6个共谍呢？所以你一定要去查我不知道是不是北检有查没有对外讲，起诉就只有讲这4个，后面还有没有可能的共犯？那如果还有的话，那你不可能讲说，因为都是我不可能去问这个总统办公室的人，还有外交部长什么，不能这样，因为这些是共谍，这个是试射国家机密，既然用国安法去起诉他们，就应该要查。吴钊燮部长应该至少要问看看你的这个幕僚他当时的一些状况怎么样。最后一个就证明了虽然黄曲荣的手机里面有那个 APP， 另外几个是没有。可是你的平常的交往记录，你看我每天都跟对不对张志豪出去晚上都不回家，然后呢回来以后都醉醺醺的，有问题吧？对不对？那张志豪怎么送我车开呢？你就要去注意，这些人都在重要的单位，外交部、国安会、总统府，你怎么会2016年之后没有查？这是确实错误。就是你有做过了忠诚考核，何仁杰2016年去当吴钊燮秘书有做忠诚考核，可是我现在所看到的资料，我没有看到更进一步的资料，是不是就做那一次？2017、18、19、2021、22、23到2023离开这中间后来的7年都没有做，应该每1年或至少每2年要做一次的忠诚考核，因为他们会接触到重要的机密，这些人就不能等闲视之，你必须要在不相信他的状况之下，我觉得他应该不会，但是保险起见都要固定的忠诚考核，就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就是说拿人家的钱，埋伏在我们高层的身边10几20年，然后把重要的机密窃取交给大陆，这实在是很可恶啊！这是太可恶了那事实上，刚刚讲说，比如说我们的首长出访啊等等，你这住哪一间房间知道？我讲他要暗杀你是易如反掌他只是不杀你而已，杀你干什么？但是一旦两边发生紧张开战的时候，就很难讲了。我们举过例子吗？823炮战一发生，3个副总司令，3个金门副司令了，陆海空，司令是陆军，陆海空，空军一个副司令，海军一个陆军一个副司令，走出餐厅，一个炮弹打下来，全部死光光3个人了。他怎么知道？他怎么知道你要出餐厅？他怎么知道那时候一个炮弹打下来？当然掌握你的行程嘛，但是做不做而已啊。所以你行程是绝对不能给他知道的，是非常隐秘的，怎么可以给他知道呢？休息一下回来。
好，沈波阳的爸爸的公司被年涛揭发了，说他75%的生意都是从中国来的啦。对，那营业额这几年加起来有17亿那说呢，这个喝红钱奶水长大的中国商人因为你75%都是靠中国嘛另外呢，国民党说呢，他们后面有各种买来卖去的，有19000笔这个贸易的资料所以就是大陆台商嘛那你不是台商是什么呢？说你是中南美商，那这是中南美商，你这个一笔一笔的交易在大陆做的或者跟大陆的商人做的然后你赚的钱也是从大陆赚的这个这么多钱嘛那所以呢，徐小新就讽刺，这叫做中国红熊因为台湾黑熊嘛，中国红熊。沈波阳说呢，不能一概把人当作中共同路人那做这件事情的人不就是他吗？沈波阳讲的话也没错。那你现在讲骂人家台商什么，不就是这样子吗？别人都是，那你不是。主要的原因，我一再强调说，台商没有，我们对台商，像我对台商是很尊敬的。对，他们在那边开疆辟土很不容易的那也替台湾赚了不少的外汇。那你现在不用他们的时候，你就把他们都打成这个中国的头人，打成这个卖台。然后呢，现在你就说不能这样子，本来就是这样是你这样子但他现在骂你说，因为你又两套标准了蒋万安说，这个沈波阳扣他人红帽子，家族赚大陆的钱，那蒋万安说这才是轮回，这才轮回，这就是现世报了你现在很多时候你讲人家很快就报到你自己身上来了馆长今天到大陆上海有6天的行程，说他要去当和平大使他去哪里呢？他今天2点在桃园机场集合，然后呢，这个搭磁浮列车到饭店测试他的直播那另外呢，这个明天在徐家汇外滩南京路夜游黄浦江，后天在朱家角豫园老城隍庙的山区，然后13号呢在陆家嘴东方明珠然后晚上有餐宴，14号搭高铁到杭州游西湖。然后呢，15号到静安寺、上海新天地回台湾对，反正就是基本上都是景点观光客也会去看的地方了那说他特别安排高铁他是要针对王一川因为王一川他批评他们高铁很落后什么这个并且没有椅背什么的，他就给你看看他高铁什么样子不要乱讲那另外呢，学者是说，会不会他变成了捧中国的这个宣传样板好吧，我们先看看他去沈波阳的爸爸，再看馆长。不是像沈波阳讲的来自全球，他高达近75%，他来自中国，他简直就是中国商人的超级大户，因为他总体的贸易额上看17亿。国民党说，发现我们有进出口的登记，这个。我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中国这种铺天盖地的手法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从以前到现在，我每一次都讲，统战就是风险控管，有风险高跟风险低，我们不能够一概的把人当作是中共同路人，但他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大量的抹红台湾人，任何只要买过中国货的、订过中国货的都是红的。我要向我的偶像沈波阳先生的爸爸看齐，所以我们要过去，看看大陆现在目前的状况。我感觉啦，台湾这几年对立的很严重。那民进党最大的题材就是中国，恐中、仇中，中国人吃不起茶叶蛋，厕所我去看一看有没有门，主要是看他们的经济状况嘛。你看我现在去。民进党把我修理成这样，我这趟去就是给全台湾人看，就会知道谁在说谎。馆长说话很直接了他说我直播，你们就说我是被统战。那沈波阳赚大陆的钱就叫做贸易这是什么狗屁道理就是说我常常觉得真的不要有双重标准如果你从一而终，我的标准就是这样，对别人对我都是这样，那也就罢了来源之。对，那个我觉得沈波阳这个事情，当然就主要真的就是双标啦。说坦白说，这都跟大家都一样啦，就是说在大陆做生意，我觉得只要是合法的，然后凭自己的实力的去哪里做生意都一样。关键就是沈波阳自己以前怎么讲别人，他曾经讲过，任何的交流都可能是统战。之前那个马龙来这边参访嘛，他就说这样子可能就是统战哦。然后他也给人家贴标签。
台商或者是学生或者是什么人去对岸去，都可能是统战中介。实际上他这样讲就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嘛，就是这样啊，他就是给他贴标签啊，你台商人家就用有色眼镜来看啊，你有没有可能是被统战？你有没有可能是中共同路人？立法委员到对岸去做交流，你去就一定是接受习近平的指示，然后回来修法，这就是民进党一贯的套路啊。所以大家现在他们就设定了个标准啊，结果被人家发现，你爸爸居然也是一个在那边赚钱的人。好，然后这一点其实让民进党非常没面子。怎么看得出来呢？因为每一个人都在硬凹到超级离谱的。像有一个青绿的学者那个翁达瑞，他怎么凹啊？他说呢，好啦，那沈伯洋爸爸就算赚红钱怎么样？他至少栽培出一个很优秀的沈伯洋啊，算是将功折罪啊。是可以这样子讲哦。那其他你们在抹红别人的时候，人家赚大陆的钱，养了小孩就不优秀就对了啦，只有你们比较优秀。然后吴征讲说，那个是因为中国大陆的需要沈伯洋啦，所以沈伯洋是去跟他们买东西卖出去，是他们需要他啦。我举一个以前民进党讲的东西，民进党以前都在骂赚红钱嘛，就会被他批评说，可是台湾现在两岸 A 克法也没有废啊，然后我们的顺差还是一直提高啊，你们怎么会这样啊？民进党说法是说，我们卖东西过去是因为他需要我们，好不好？我们台湾很棒啊，是他需要我们。那请问一下，你沈伯洋去跟人家买东西，人家卖给你，是不是你需要人家？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双标准。然后当然我发现说，民进党每一个人只要被问到这题，都没办法针对核心问题来回答，包括沈伯洋本人也是一样。刚刚那个国民党开记者会讲，他说你不是中南美的台商哦，你其实就是大陆的台商，不要在那边骗人了。其实他还有说谎的问题。结果他就说他没有回答这件事情哦，他就是说，哎呀，这就是中共一贯的套路。什么套路？你回答你问题还重要吗？所以我们现在听他讲话，发现他就是一直在转移焦点，他还去扯说什么？扯说，哎呀，他们本来爸爸要叫他来接班啊，因为他西班牙语不会讲，所以他就没接班，关我们什么事啊？这都不是问题的核心，那问题的核心就是你双标。所以民进党不要这个样子，绿能你不能。我个人觉得是啦，刚刚大家已经元之跟赵大哥都已经讲得非常清楚，这就是一个双标的问题嘛。到大陆，然后你因为迫于一些形势，你的公司被迫要变成中国台湾，大家都可以同理，因为你要符合对方的一个规定。当每个人这样去做的时候呢，你却在台湾不断来放大，而且做扭曲的一个解释。我只问一个问题嘛，你的父亲长期跟中国做生意，请问你父亲有没有被统战？应该不会嘛？那父亲旁边周围的人有没有因为了解中国大陆的事情而被统战？你沈伯洋也不会嘛？这就是一般来说，我们即使有学术交流，我们即使有贸易交流，很多人去对岸去做很多不同的生意，去对岸做很多不同的学术演讲，回来之后还是认为台湾好。可是这个部分在过去来说都没有问题。民进党执政完之后呢，只要跟中国有任何的关系的，他刚刚还就会被打成你就是中共的同路人。他刚刚还特别出来说，不能说我们买了中国的东西，你就说我们是中国同路人，你不把台湾全部打成这样子。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旁边都快笑死了。这就是你一贯的一个逻辑。所以今天大家为什么会对这件事情完全的把它做一个比一般事情还更夸大的处理？因为你就是之前骂人家的部分，现在大家用回力镖反向于你，而你又讲不出一个所以然，这才是今天大家为什么锁定沈伯洋最大的一个因素嘛。来，志豪议员，我们刚才前一个话题应该是在讲共谍吧，是吧？我们在讲共谍的时候，是不是说这些共谍非常的可恶，而且就连吴钊燮都应该要受到调查？那不知道现在到底检方有没有去调查吴钊燮，是吧？我们刚刚应该都还在谈论这件事，对吧？然后现在讲到了这个沈伯洋的父亲的生意，现在突然大家又换了一个口径，换了一个角度，共谍很可恶，这应该大家都可以同意，对吧？好，那共谍为什么会是共谍？因为它对中共来说，它有统战的价值，它可以接触得到这些基本的资料，包括这些总统的下榻的这些房间啊、路线啊这些我们一般台湾的平民都不知道的资料，在这些政府的高层里面，有人有得到这样资料，所以他却因为这些不论是利益的关系怎么样子，然后把这些资料卖出去，这是共谍可恶之处，我们一定要一一的揪出来，是如此吧？好，那我们现在回来看台商呢，有多少台商有办法接触到我们台湾这些重要的机密资料？有办法接触到我们政府高层这些台湾国安重要的这些情资啦、参数啦等等？说真的，多数的台商有办法touch到这些东西吗？没有，
他去搞房地产啊，他去买这些食品啊，做这些低阶的消费品，不管他们是买或是卖，大多数的台商只是在做一般的生意。可是沈伯洋的爸爸有机会哦，因为他的儿子是沈伯洋的爸爸已经很多年没去中国了哦，他已经很多年没在沈伯洋当立委以前就已经没去中国了。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台商往返，大家应该都有台商的朋友。台商里面不管有蓝有绿，当然蓝的他比较愿意讲，因为他知道政治正确，在这个整个共产党的这个政治的这个政治正确之下，他敢讲。但是这些支持绿色的台商，他不见得敢讲。但是我们大家都有认识台商的朋友，不会有人因此说你台商你就是什么同路人。沈伯洋刚刚所讲的是什么？他说每一个国安的这些机敏的这些层级，国安的层级是有风险的控管，也就是说你层级越高的，你越有控管的需要；你层级越低的，你越没有。如果我们只是一般的艺人，往返到他那边去参加歌唱比赛什么的，谁管你是不是怎么统战不统战？你就只是唱唱歌、演戏，你能怎么样？你就再多，你是什么微信的什么上面写什么中国一点不能少，那又如何？那就至多被大家的这个台湾这些消遣骂一骂也就算了。也就是说，实际上真正我们国家制度应该要控管的，就是这些能够接触到机密资料、能够真的有统战价值的人呐。这些没有统战价值的人，本来就没有人要拿他们这个找他们麻烦了，不是吗？有很多艺人也好，谢谢再回来，谢谢，对不对？对啊。好，那么我们看沈伯洋爸爸因为在大陆做生意了啊，所以引起一些争议了哈。来，志豪议员，其实这样讲哈，我也很多朋友是台商的朋友嘛哈。那这个不管你是哪一党的，都是台商，都在大陆这是没有问题的。你只要是合法合规的经营生意，做你的生意，完全没有问题。但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刚刚谈论了很久，是个双标的问题。你民进党一边大声的喊抗中保台哈，喊得最大声，那抹红对手嘛也第一名，然后一边跑去中国赚红钱赚大钱，这就是双标嘛。好，我们刚刚谈论到，那这些艺人呢，台湾很多艺人过去，它也是一种生意啊，而且他过去搞不好可以再更加的发扬我们台湾的价值，可是同样就被抹红成这个好像是什么中共的代言人啊等等，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嘛，就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嘛。好，没有，台湾的艺人如果10月10号庆祝国庆，也我觉得不会，就不会有人说他是红的。在10月10号，但他如果10月10号不庆祝国庆，他说他10月1号才庆祝国庆，那种的真的，他也没有人在10月1号庆祝国庆嘛，哈。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那讨论刚刚沈伯洋父亲的问题，我相信沈伯洋没有问题，我也宁愿相信他的父亲没有问题。但重点是你没有把话讲清楚嘛。人家问你这个公司，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台商，合规的台商，你就说好。你就把数据公布出来，数据会说话。我的公司有多少是跟这个中国大陆做生意？如果这个数据是可以被检验、被就说好就没事了嘛。可是你现在选择的不是，开始说你是被意思什么中国这个统战，好，然后再继续说台湾怎么样，很多人都抹红，这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如果你认为自己没有问题，那就请你把所有数据公布，把话讲清楚，这也是刚刚原之委员质疑的地方嘛。你把话说清楚不就好了吗？是不是？可是现在不是这样子，一提到自己的问题就开始，大家可能侧翼来护航了。刚刚提到好多个人就帮他讲话，说怎么样，但是你还是没有碰触到这个议题的核心嘛？你到底做了多少生意？如果你做的是，你的数据公布出来，可能我只是10%对大陆，那大家帮你鼓掌嘛，没事嘛。可你现在讲不出来，一直要讲顾左右言他，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面对态度的一个最佳的方式啦。哈，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谈了很多哈，经商 OK。但是面对问题，就把问题讲清楚、说明白，不要再抹红别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来，我看，馆长现在去中国大陆，今天出发了啊，因为他行前的时候，他就要证明几件事情，就是说，不要说去大陆做生意的人就把他抹红。我们刚刚讨论就这一题嘛，所以一直在争结。我们台湾有很多人去大陆做生意，很多。那过往在马前总统时期的时候，ECFA 的关系，好，那去的人还更多。那因为他是去做生意。也没有讲出不爱台湾，那有没有因为别人去做生意就把它抹红？这点我可以回头大家可以想想，所以不要这样做，好，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第二点，去中国大陆做生意，如果真的到了已经开商号、开公司，它上面一定是中国台湾啊，好，所以不管是蓝绿白谁去都一样啊。现在被看到了说这个沈伯洋的父亲去，难道他上面可以写中华民国吗？不可能嘛。那以前还有一个是郑云鹏，对不对？他以前也有这个去投资的时候，所以这些东西都已经是公告周知的讯息，大家在讨论这个事情要一样的标准。第三就是馆长，因为他想要去那边看看走走，
那上海当然我也想去看看走走啊，我也没去过，好，但是就是去上海看到它的美丽漂亮之外，很多什么东方明珠啊，很多很好的这些新的建设之外，哈，就是馆长他希望能够全程直播啦。那全程直播这件事情，对我们台湾的民众来讲的话，可能在它意义上面还是有一点差别，就是在台湾是不管是旅游、美食、政治，好，或者是财经，任何议题，好都可以直播。但是呢，直播的内容如果不对，你要去负责，或甚至有后续有追究的。那在大陆的话，它在第一时间有一些议题可能会碰触到禁忌的话，它未必那么自由啦。那因为他这次去是连国台办都有直接回应，就是说我们欢迎他来，会不会他的那个待遇就是比较好，就是他真的就是全程开直播？有人讨论技术性的问题啦就是说他只要用台湾的这个，比如说中华电信啊，或者台湾的这个通讯漫游的话，他就可以用他那只手机直播，他就不用跳 VPN。如果是用这个大陆的网络的话，就是比如说饭店的 WiFi， 它当然有一些网站可能上不去，他应该会做一些测试了所以就静待这几天的这个状况，看看他能够传回什么上海的美食啊、旅游啊，这个我觉得大家这个对两岸降低这个什么仇恨跟对立，我觉得是有帮助，但是不要就把它当成是这个完全的样板，就他可以，别人也可以，或许待遇不一样，别人去做一样的事情，可能状况也会不太一样。不过在这个馆长去之前呢，其实因为美中那个贸易战的事情很热嘛，其实这段时间呢，当然最有名的，我们在这节目也讨论过，就是美国有一个网红20岁的一个黑人叫甲亢哥，被中国大陆叫甲亢哥的，他去呢就是一炮而红，变成那个 YouTube 的观赏流量的第1名呢，他就是全程通通都做直播。去上海也好，他还去什么北京，然后还去穿一个东北的那个花棉袄做的西装啊，还在跟地方玩啊，跑到重庆去跟人家吃拉面什么的。然后他就是完全的在 YouTube 上面呢，没有发生刚才暐瀚讲的，我们过去以为中国大陆会在后端做一些管制或怎么样的，然后这件事情一炮而红。我现在不是说在中国大陆做直播没有风险。而是说，因为有了这个美国年轻人特别最有名的就是甲亢哥，因为甲亢哥之后呢，他们就发生了很多什么英国的大叔也去做直播，而且呢，他们去做直播呢，跑去测试什么呢？那个非常搞笑，他跑去测试一个5线城市的晚上11点治安好不好？然后他们就跑到那个超商去呢，发现旁边有坐一些年轻人，跟美国的那个英国的街上都一样，他就故意穿一个西装去挑衅那些人，就那些人呢，通通都不理他，也没有来抢劫他，也没有干嘛，然后他还跑去 ATM 领钱，也没有事。然后呢，唯一他后来被阻止停下来的是请他去啤酒摊喝酒。那就光这样呢，大家也哇，那个也很多流量，大家也觉得很好笑。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他这种英国人、美国人的某种的开放跟尺度，跟他在当时同时直播没有进行后面干预，我觉得馆长去呢，应该是会让我们看到说，这个适不适用于台湾人。因为到目前为止很敏感的两岸关系，还有台湾人呢，能不能比照美国的甲亢哥跟我说的英国的这个大叔的处理，我们也都在看。我觉得馆长这次去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范例。我个人觉得馆长还是一个例外啦，因为毕竟他过去是支持，也曾经在他的网络当，不管是他的流量，还有过去对于民进党的支持，蔡英文还要特别在那个什么举光日的时候，还请他来做这个什么摔跤或什么之类的，他就是一个很不一样。即使他这一次可以把这个上海的景点每一个都介绍得好好，也不代表其他台湾人可以如此。而且我认为应该是。目前来说，国台办应该会给馆长开绿灯啦，因为只要他不要太涉及的部分里面让他。如果他今天是因为像一般比照一般的方式，像那个雅什么之类，把其他全部 shut down。搞不好馆长回来会彪骂几句，这比较是符合台湾人的需要。但是我必须要说，馆长这一趟出去，只要一出去，不管他回来带回来什么，都一定会被称为是统战的样板，因为这次青鸟已经锁定好这个部分来去对付他。所以他这一次，我还是认为他应该是一个例外，不代表一般他可以做，
台湾一般的人不见得就可以做，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人嘛。但我还是要回到这个沈伯洋的案子来说，沈伯洋他最大被大家挑战的就是他过去就是不断告诉大家，我们第5重罪在他有10几万人，那10几万他所条例的这些例子来说的话，其实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就认为你就是应该用很平常的状态来去看待这一个事情。他几乎你看，就是因为什么事情，包括很多立委去到中国大陆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也不过就是一个很公开的碰面，回来之后有关于立法院的法案，他就直指你就是过去曾经去看过谁，所以你今天是接受他的指示。只要有任何一个东西，他硬要把它连接在一起，以至于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都被你用一个非常不正常的方法来看待。所以今天面对沈伯洋的父亲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台商，在那边做一个很正常的生意，但是你以前已经把别人的事情已经给扭曲过一遍，也难怪今天大家会用不一样的方法来看待一个正常的事。所以我觉得是真的是只要一个标准。对于一些合法合理的，还有两岸之间的交流，统战没有那么容易。统战部分里面要真正是深入人心，说你是因为跟他的接触，然后完全倾向他，那要一段很大的时日。所以我觉得民进党未来呢，就是这种话里面当中呢，真的是要有一个同样一个标准，然后也不要那么仇中，也不要那么反中。那这个状况之下，其实就让一切事情更正常化了。不，基本上就是不像这个事情本来不是个什么事。对，我们多少万台商啊？对不对？台商那么多哦，赚钱，我也觉得多赚一点钱又怎样？本来就有商人是哪里有钱哪里赚，哦，只是你不要又赚了红钱又骂红钱，哦，这点会让人家觉得说，哎，奇怪啊，那你既然如此，那你干嘛去赚那个红钱呢？我常讲说，台湾不要很简单，大陆我们去年赚739亿美金，我们通通不要啊，有本事不要啊，直航取消啊，恢复以前的从香港转从澳门转啊，有本事这样做啊。对不对？那你现在又要赚钱，又说他这个外汇也很重要。台湾的台商外销美国大陆外销美国前10名7个是台商，台商很会赚钱了，但是赚钱不好吗？有什么不好呢？